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炫卡斗士3的这款重装赤魂王，实体店卖350块啊，其实网上面买现在应该不到300就可以拿下了。盒子包装非常巨大，过度包装，拆出来的玩具内容就是这么多的东西了。先来看第一款消防车，前方的透明舱盖里边还有可动的眼睛。 拿起来挺有分量的，包括这一块都是齿轮关节，云梯可以进行2段的伸缩，下方有葫芦锁，可以跟这样卡住。后方这里可以左右旋转，但是你转360度的话，会跟脑门这里稍微有一些干涉。推车滚动还是非常丝滑的。上方的警灯这里也是透明零件，里边压着金属涂装。直升飞机。 螺旋桨转动非常的溜，下方这里也给你安了4个小轮子，所以理论上这个直升机也是可以推机的。造型设计来说，圆滚滚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。大型的翻斗车这一块的空间能看到2条露着的大腿，斗里边也并没有什么凹槽。下方这里的轮子依旧非常丝滑。 这一块的驾驶室设计的很有意思啊，它是裙甲的正面倒过来的，贴在这里边，上方这里一排灯，感觉还不错，用料材质很好。挖掘机前方有3段的活动关节，都是齿轮运作，咯嘣咯嘣的很清脆。履带不能滚动，但是下方设计了假轮子，也是可以来回的推。那我们也是准备开始变形，先把2个脚尖立起来，左右分开。 挖掘机是2条腿嘛，我们把这一块伸下去，然后左右这里，因为驾驶室的不同啊，它把膝盖这里做了一个对称式的造型，这一块往上立，合体的连接关节立起来，这里边都是齿轮定位。另外的一边呢，滑道往上推，再往外拨。跨步的翻斗车变形，打开这一块的卡扣，大腿和后方这里连接的地方，180度翻折。 然后把2个前轮滑道伸进去，前裙甲往下翻折，头部的这一块立起来，变成了胸口结合的位置。接着把胯部左右打开，中间的连杆下方有锁扣拉开，往后翻，同时旋转后方的这一块，伸出下方的合体关节。直升机拆掉机翼，上下分成2个部分，对折一下。 这个跟战警王的那个意思有点像，前后段分开，小起落架轮子收起来，下方这里有一个带摄像头的位置啊，这儿有一个盖子给它遮上，然后需要打开这个盖子啊，不好抠，直接旋转驾驶舱的这个部位，把它顶出来，从里边再翻起这一片红色的盖子，搭上去，就包裹起来，把空洞填上。 然后把这一块翻下来，后半截折叠尾翼这一块竟然里边也放了齿轮关节啊！小起落架收起来，翻转顶一下，把这里盖上。赤魂王这个好处就是4指是分开的，独立活动。最后主体部分的消防车，把云梯给它拔下来，然后后方这一节打开卡扣对折，跟这里锁上，车头。 从这里左右打开卡扣，分开。肩膀后方这里有一个旋转的结构，我们拧一下，把眼睛藏起来。小细节啊，设计的不错。好，然后旋转90度，肩膀，把头从里边翻出来。下方这里设计了一个让你指甲掰着的地方，打开锁点，把大臂折出来。 开始组合，膝关节这里无损的咬扣进行连接，直接插进去，往上顶。身体的组合，先顺着这里把胸口前方的锁扣无损式的咬住，然后再把腰部这里的结合往下锁，2条手臂直接往上套，拉钩装在这条手臂上，另一条手臂的云梯翻折180度，拿出刚才直升机的螺旋桨卡在两边。 后方这里有傻瓜孔啊，不会插错的，直接嵌上去，然后用这2个无损扣子插上，伸出臂炮。好，非常简单的过程，这款重装赤魂王我们就组合完成了。很多玩家说这一款是致敬勇者里的尽力打鼓啊，确实这一块的黄色履带的元素，还有手臂上巨大的挖钩，感觉还是挺像的。
但其实造型来说，我觉得它会更像迪高的样子。勇者警察里边最后跟迪卡杜合体的那个消防车和救护车，包括头雕的这个造型元素也是非常像迪高的。头雕的刻画非常漂亮，这一回的国代版本该有的一些细节都有啊，并没有做什么太多的省略。而且炫卡斗士都是当做勇者的精神续作来看的嘛，神勇工作室也是一个勇者的铁杆粉丝，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啊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致敬的味道在里面。然后掏出重装至魂王炫卡升级，把这块摘掉。它的炫卡升级是一个巨大的胸甲，把这里都延展开，旋转180度。然后这里边记得往回缩这一段连接关节，2个小尖儿翻上来，哇！闪闪亮亮的一块电镀胸甲加裙甲，当然你可以把它单独的理解为一架支援型无人僚机也可以。卡在胸口，胸甲的两侧因为有变形关节，所以对可动的影响干涉不大。中间的这一块怎么看像个霸天虎的 logo 呢？毕竟重装赤魂王在动画片里边也是属于1号反派 BOSS， 关节活动也都是这种大范围的齿轮，非常的清爽。还很脆声，但是升级了电镀胸甲之后，这一块腰部的可动会被锁死，限制住，包括腿部的一些活动范围，这一块前裙甲就无法正式的张开了。摘掉的话，这里就不阻挡了，前提90度没问题。很脆的这种音乐关节，玩起来是相当的爽的。来说说不好的地方，一是装上了这块胸甲以后可动的影响，第二个吊臂这个部分只有一个单向的无损咬扣，这块插的不是很紧，怎么插都会觉得不结实，还挺容易掉下来的。还有就是当关节全部立正摆放，会有一种不由自主前倾的感觉。其实我感觉就是因为膝盖以及胯部这些齿轮的一个定位感。我试着往后掰1尺站立啊，但是因为齿间距太大，掰1尺的话会把这个裆撅得特别的高，所以你摆造型调整起来并不是站立的很理想。另外也是因为变形射击的关系啊，这一块的肩膀关节会显得稍有一点点的靠前，就感觉整个人形是往前拥过来的。所以重装赤魂王我给它的评价并不能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，但这款身上还是有一些亮点，比如说眼睛这一块的旋转收纳，以及终于把4指分开了，加上这一块亮闪闪的电镀胸甲。你说它像迪高，也是一个金灿灿的电镀胸甲壳子套上去；说它像劲力打鼓奥，加一个大的飞翼胸甲也没问题。但终归来说啊，如今赤魂王的价格已经趋于稳定，现在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。我觉得等一等它应该能更便宜。国代版估计200出点头拿下了，基本上问题不大。整个来说的造型很帅，炫卡斗士动画片的人气飙升，再加上玩具方面，我一直在说神勇，你让他正经设计那些勇者的续作，他并没能做到太好的效果。但你要说让他做这种偏向于老低叉的儿童玩具，或者说这种我愿意称之为老嘎嘣的东西啊，他还真挺有2把刷子的。我是为啥想买它呢？周末带着孩子去商场里边买玩具的时候，看到现在国代版的众鬼巨神在实体店铺货了，同时一起铺的还有这个重装赤魂王，索性2个就一起拿下了。毕竟是反派的1号人物嘛，没有一个也说不过去。实体店里边赤魂王卖350，众鬼巨神卖400，2个一起买打了个折，700块拿下。我也算了一下，跟现在网上面的价格差距也不大，索性碰到了就一并拿下来了。回来跟孩子玩了几圈以后，感觉还是挺爽的，也是再次证明了这个系列的玩具非常不适合孩子玩，我玩刚刚好，明白了吗？这么翻回来，我们拿出银翼骑士啊，确实这个银翼骑士做小了，它的尺寸理论上应该是吧，跟赤魂王低一点也差不了太多。现在有点夸张，基本上已经到腰部了。当时银翼骑士出来的售价就是标着这个的档位去发售的，你看看缩水缩了多少。你真要说银翼骑士能做到这么大，跟赤魂王差不多，你当初卖那个价格，玩家其实也能欣然接受。但现在这个玩意儿也就是刚臂力士的一个高度啊，这是说不过去了。不过银翼骑士最近的价格也下来了，实体店可能也就是200多块钱，网上买的话可能慢慢的会更便宜吧。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，不要着急，等一等，好价会有的。人总在说早买早享受，晚买有折扣啊。其实我觉得展高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套
套路啊！新玩具刚出来，配合着动画，为什么8月15号之后各大的电商才开始陆续发货？因为8月15号这段时间要保着实体店你先售一批，也是8月15号炫卡斗士3的动画片正式上线。它可能是为了赶这一波的热度，热度过去了，第一批的新鲜劲儿完了，玩具的价格就慢慢的回落正常。咱不能说它降价，它只是慢慢的回落正常。说实话，这玩意儿不值那个价。从炫卡1、炫卡2玩过来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，它的正常售价应该是一个什么水准。不过现在呢，因为电商产业的发达，大家也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互相的对比一下。现在网上边用的券可能也就是200多，所以别着急，我觉得再等一等啊。玩具的素质是不错，但现在依旧是不值那个价。我给它的心理价位啊，其实也就是230左右吧。而银翼骑士啊，撑死150。超出这个价位它都不值。那么多这一款咱们就玩到这儿吧，稍后咱们来开众鬼巨神。